有的人呢，一辈子也没有上过庭，所以多少会有点紧张。李代的上庭水平还可以，他会引导你的。到时候你说你该说的，其他跟你没关系。邱建祥这个案子呢是公诉，对方也会有问题问你，你就说你知道的，其他不用管，明白了吗？你还是别去了。我没事，放心吧。相信你。请证人上庭。杨华先生，根据你的个人简历看，你之前就职于加拿大恒利金融有限公司，请问，当时你的职务是？基金经理。专家证人的身份，公司方认可吗？不认可，两人是上下属关系，因此我们怀疑证人的证词的公正性。本庭给予认可，请专家证人陈述你的观点。起立。本案的争论焦点在于，姚瑶作为酒店管理人员，是否对住店客人尽到服务义务，是否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当行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做出抛售其管理股票的决定，只有熟悉他操作思路的人，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回答。被告人做出减持美美医疗的决定是正确的。你手上的伤是被何东娜女士咬伤的吗？是我不好。当时我接到通知去套房，看见姚经理跟客人吵得很厉害，姚经理叫我帮他拉住客人，可能是我拉的时候用的力气稍微大了一些。小童，你别胡说啊！被告，不要影响证人的陈述。根据你提供给我的美美医疗企业分析报告上的数据来看，我得出的结论与被告人是一致的。医美行业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但这份报告上面却显示，美美医疗的销售额持续3年超过了50%以上的增长。这么好的销售情况，不应该出现人员负增长。所以，对我当事人的指控是子虚乌有的。当天接到姚经理的电话，让我去总统套房，说有客人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到了现场就发现客人身上有伤，姚经理就让我尽快把客人转移走。那为什么之后客人没有被送到医院呢？客人情绪比较激动，说车上不舒服，要下车缓缓。客人下车以后，姚经理也下了车。之后他跟我说，客人不愿意上车，已经联系了自己的助理。杨先生，按照你刚才的分析，这只股票的拐点会很快出现，对不对？我们争论的焦点只在于这样的数据是否可以支撑我当事人的预判，以及他做出决策的合理性。投资股票本身就是有不确定性。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了。我这还有，法官，我这里还有一份证据，酒店送客人的车上都装有行车记录仪，当天晚上真实的情况都被记录下来了，只要看录像就能知道真实的事情是怎么样的。被告律师，你是要提交新的证据吗？对。法官大人，我们没有新的证据需要提交了。这是美美医疗官方提供的公司季度报告。美美医疗并没有发生17%的裁员，而是增加了17%的人员。杨先生，请问你看到这样的数据报告，会减持股票吗？在当时来说不会，因为这只股票不属于蓝筹股，它的盈利是爆发性的，在没有出现任何的利润拐点指向性数据面前，如果要减持，应该是最近。我没错，有人篡改了我的数据，我没错，法官，我没错，冷静，我没错呀。由于出现新的关键证据，我们申请延期开庭。
放心吧，我会尽快申请取保候审的。谢谢你，李律师。谢谢。我只是做好我该做的事而已。你等等再走吧。现在门口都是记者，等他们散了你再走。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吗？是你先动手打的人，那跟我们说一下细节好吗？稍后我的律师会带我。他们的案子也是今天开庭的。那后续你们有什么安排，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喂，妈妈，你记得我的航班号吗？当然记得。你吃饭了吗？吃了。妈妈，我要去看书了。你还有别的事吗？没有了，你去忙吧。妈妈爱你啊。我也爱你。姚经理。那么下一步有什么新戏计划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下一步过2天我要去杭州拍一个家庭戏，大概要拍4个月这样的时间。哎，这不是瑶瑶吗？瑶瑶吗？瑶瑶，瑶瑶啊！道歉！要不是瑶瑶吗？就为瑶瑶道歉！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你们说的什么瑶瑶。不是瑶瑶，不是瑶瑶，不是吗？干嘛指着我鼻子骂？哎，还有你，别拍了。你是哪个单位的？拿我照片想干什么？别说话，别回答。不好意思啊。